感谢主。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呢，看起来有点长哈。为什么这样规划呢？因为路加福音呢，它是按照耶稣他的这个服事的3个阶段来规划他的这个安排他的这个整本福音书哈。他呢在前面8章主要是讲耶稣在加利利的服事然后呢从第9章到第19章就是我们今天看完的这一段。就是在讲耶稣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这个路上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服事，然后呢从下一次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讲完之后呢19章的中间部分一直到结束，就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服事，就是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段服事了那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受难周了。所以在9到19章的这一段的这个经文里面，它的核心在讲什么？就是我们这几个星期不断在提的，就是到底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是什么？神不断的耶稣不断在强调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神的国近了，到底神的国是什么？所以在上面一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法利赛人问了这个问题神的国到底是什么？神的国几时来到呢？所以耶稣不断在论述神的国是什么。然后到第18章和第19章的开始，耶稣就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这里面就出现了6种人物我们从18章的开始之前有讲了这个寡妇对吧？有讲到那个税吏和那个这个法利赛人祷告嘛那个税吏，还讲到了什么呢？耶稣说那个像小孩子一样对吧？然后我们上次又讲到什么呢？又讲到了那个青年财主就是耶稣说的这个有钱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特别讲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跟随主跟随主意味着你的钱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你的主权不在于你了，而是在于主，对吧？然后呢，接下来又有2个人这个出现了，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瞎子这个耶稣拯救了这个医治了这个瞎子，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撒该，他也是个税吏所以这6种人呢，基本上就让我们看到了说，神的国度当中，他究竟接纳的是哪一种人？因为在17章的结尾，耶稣特别讲到了神的国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对不对？特别讲到了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入神的国，什么样的人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所以他特别用了这几种人的例子来向我们展现神的国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具体来看那我们还是分3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我们来看神国度的这个核心事件是提到耶稣的死。第二个，透过这个瞎子呢那特别强调了信心怎么能够看见神的国其实这个就回应了上文法利赛人对耶稣的一个问题：神的国在哪里呢？我怎么能看到神的国呢？对吧？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提到了神国度当中的最核心的就是耶稣他来到世界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也就是神国度当中的神这个他的国降临，他的目的是什么？来寻找和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我们来具体来看那耶稣呢在讲完这个之前这个一些例子那4种人已经讲完了。那讲完这个青年财主以后呢，他就突然提到了他的死。当然这个跟他马上要进耶路撒冷要去受难是有关系的。但为什么会在耶稣在论述神的国这件事情当中特别提到他的死呢？大家还记得我们一开始从15章的时候，耶稣就开始讲神的国了。那神的国的核心是什么？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The kingdom of God 最重要的是的那个 king， 那个王是怎样的一个王，他所带来的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对吧？所以你透过这个王，你就能明白他的国是怎样的国。而在这个耶稣在论述神的国度的时候，他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个王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死，而且他是很屈辱的要死去。他说你看先这个当说到旧约先知一切的事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们要交给外邦人，要戏弄他，凌辱他，吐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那这样的一个王，犹太人能接受吗？他们当然接受不了。他们还记得这个上文的时候讲的这个青年财主是吧？然后耶稣让他变卖一切他没办法卖然后呢耶稣就说他们有钱人跟随进神的国很难。彼得马上就说我们一切都撇下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撇下跟随你了，我们没有留任何东西了。
啊。那你知道他其实他心里面有他的那个夹带私货的东西哈，就是他的动机是什么呢？我是跟你干革命的，我抛弃一切跟你一起闹革命，我最后想要坐在你左边还是坐在你右边？等你称王了，对吧？等你的国来到了，等你战士推翻了罗马帝国啊，等你做王，那我就做你的大臣了嘛，对吧？所以他们为什么要撇下这一切跟随主？因为他们有一个这些门徒有个想法，就是耶稣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他的国，耶稣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军事性的、政治性的，要推翻罗马帝国。耶稣要做皇上，他们做钦差大臣，所以他们愿意跟着耶稣来这个闹这个革命，对吧？但是呢，当他们听到，这个王不对啊，这个王不是去做王去做皇帝的。他要被羞辱，要被凌辱，要被戏弄，还被吐唾沫在他脸上，最后还要被鞭打，还要被杀害。那我跟着你本来我就这个都不知道这个生活都没有保障，我撇下一切跟随你了，结果最后你死了，而且这么屈辱的死，那我怎么办？我们这些门徒怎么办？所以耶稣为什么在这里突然讲到这个他的死，就是提醒这些门徒，让他们意识到你们到底跟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王。你们想要一个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国？上一次我特别讲到说，这个在马可福音里面特别讲到耶稣看到这个青年财主他在寻求永生，耶稣就爱他，耶稣就想要帮助他，可是可是神的爱他接受不了，神让他变卖一切是爱他，他哪能接受呢？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不觉得神是在爱我。这些门徒也是一样，他们不觉得这个耶稣的这个带来的国是这样的一个屈辱的这样的一种好像是没有办法推翻罗马帝国的这样的一种国，他们没办法接受，他们所接受的王，所接受的国，就是一个非常世俗性的能够在这个地上建立权柄的一个国。所以呢，路加特别评论当然他也讲第三日他要复活耶稣已经不是第一次讲他要复活了，讲了好几次了，可是门徒呢就是听不懂。门徒一样也不懂路加说他们一点都听不懂，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我相信耶稣讲的这些字他们都认识，就像我们看这些字一样，哪个字不认识？每个字都认识，可是就是看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接下来我们透过这个瞎子，你就能够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看不见，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所以你看，在这个下半部分就不断强调这个眼睛的看见。这个瞎子他看不见所以呢，他来求耶稣让他看见。到了那个撒该也是一样，他为什么爬到树上？是因为他看不见耶稣嘛，对不对？所以他想看见耶稣。而他有没有真正看见耶稣？他真看见了不仅是肉体的看见看到这个人了，他是看到了神的救恩，对不对？所以对于这些门徒，他们虽然跟着耶稣这么久了，3年半了，可是他们仍然没有看见神的国，他们没有看见神的国，神的这个国的这个国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王，他们没有看见神的国到底要在做什么，他们看不见，他们不明白所以连这些门徒，他们跟随耶稣，跟耶稣一起生活，一起吃，一起住，他们都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看见，更何况我们。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信心使我们与听的道调和，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来看圣经，就是看一个文学书籍一样你看不见神的道，你看不见神的救恩，你看不见神在你里面这个到底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门徒不晓得他们所说的是什么。那门徒什么时候才晓得的呢？就是等圣灵降临以后，他们才想起耶稣的话，他们才明白原来耶稣一直在讲他的国，他的国，他的国其实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国，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才慢慢明白，耶稣原来来是为了救我们的灵魂，是救我们的生命，而不仅仅是这个给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政权上有一个安定的生活他慢慢才明白什么叫做属灵他慢慢才明白什么叫属灵所以这是耶稣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要提到他的死和复活，因为这个才是神国度当中最核心的事件，
这才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他的死和复活。所以如果耶稣没有死没有复活，那我们像保罗说，我们信的都是枉然，神的国就等于失败了，对吧？所以如果耶稣按照门徒的想法，在地上建立了这个政权，推翻了罗马帝国，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反倒这个神的国失败了。可是呢，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从属灵的角度，从我们现在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我们才知道神是怎么得胜的。他是用死亡，他是透过死亡来战胜死亡，他是透过死亡打败了掌死权的魔鬼，是吧？所以这个很重要哈。他来解决的不是罗马皇帝的问题，他不是解决世俗政府的问题，他是来解决死亡的问题，他是要解决跟魔鬼作为掌死权的魔鬼跟他的这种最终的一个战斗所以这个我们要记清楚。我们来到教会也是一样的，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宣告的是怎样的福音，我们在宣告的是怎样的一位君王，我们在传扬的是怎样的一位主，这个很关键。如果我们所传扬的一位君王、一位主、一个神的国是像门徒以为我们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所谓基督的国，那这个就会出问题了。如果我们宣扬的主是你只要跟着主你就有好处，你就有利益，你就病得医治，你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混得开你就会成功那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主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不成功的，他被凌辱、被戏弄、被吐唾沫在他脸上。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位君王吗？有哪一位君王能够就是说他们会经历这样的一种经历呢？不会的，他看起来根本不像一个君王，除非你用信心的眼睛才能看见。而耶稣为什么会经历这些？是因为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对不对？他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被戏弄，他被鞭打，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对不对？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所以他为什么要承受这些？他不应该承受这些，可是他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替我们承担这些感谢主，这才是真正的王，爱他的百姓，爱他的子民，他为他的百姓而死所以你只有透过信心的眼睛，你才能看见然后呢，接下来就讲到另外两种人了这两种人都是比较正面的不像之前是比较负面的那这两种比较正面的，第一个呢，就是耶稣进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边讨饭，听到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情。他们就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大声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走在前面的人就责备他，不让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所以你看这个瞎子呢，他整个的生活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想象，在2000年前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就算是一个正常人，他能够生存下来都不容易的，更何况是一个瞎子，一个残疾人，他没有办法工作，他只能讨饭他阻碍他人生，或者说是什么使他的人生走成这样，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因为他眼睛看不见。可能他有手有脚，可能他其他都跟别人一样，就是只是因为他眼睛看不见，所以他的人生变得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这种例子，我相信我们身边的人都有有些人因为生病，或者是因为一些家庭的变故，导致他整个人生的方向都转变了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可惜。可是这就是人生，人生有些就是当你遇到一些一些变故、一些难处的时候，可能真的会影响你的一生。而也同时，这样的一个困难，成为了他生命的转机，就是他在这个时候呢，他遇见了主。那当他听到拿撒勒人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应该是听到了耶稣的这个名声因为耶稣当时行神迹也好，包括他的影响力，在当时我相信他一定是能够他或多或少听到耶稣之前平静风浪，之前用5饼2鱼喂饱5000人他这个医治大麻风的病人等等，他甚至使死人复活。我们相信这些耶稣的事迹在当时肯定是都流传的。所以这个人呢，他听到耶稣来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是他生命的转折点，他知道他这个如果错过了耶稣，他就永远错过了。这个跟这个前面的上次我们讲的那个青年财主形成一个很强的对比。那个青年财主
有手有脚有眼睛也看得见，而且他有财富，他在这个社会是一个上层，他拥有一切的资源，可以说他想做什么事没有做不到的。可是呢，他跟耶稣擦肩而过。耶稣如此的爱他，给他提供一个出路，可是他拒绝了。而这个人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可以说是完全底层，没有任何这个生存技能，他只能苟且的活着。可是他在他的人生当中，他抓住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抓住了主。所以你看，影响一个人的生命最终的改变或者说影响一个人生命最终的那个核心的事件是什么？是真的他升职加薪，然后成为社会的上层，然后他有钱有权利吗？还是说这个人很可怜，他坐在路边讨饭，这个人这一辈就完蛋了吗？到底改变一个人、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的人生，他的方向究竟是什么样的事件是最核心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很清楚的对比，改变一个人那个决定性的核心的事件是他有没有在他的生命当中遇见主，就是这么简单。你有没有遇见主？当你遇见主的时候，你的生命才可以真正的改变。如果你没有真正的看见主，没有遇见他你看再多的圣经，你在聚会，你在做很多的事情，你的生命没有遇见主，没有跟他发生关系的话，没有跟主的生命建立联系，那你就是跟主擦肩而过。所以这个人他抓住了一点，他知道他不能错过耶稣，所以他呼叫大卫的子孙。而大卫的子孙这个我把它标红了，是因为这个在旧约里面是非常清楚的带有着弥赛亚因为在旧约里面我们讲到那个救主就被称为什么？大卫的子孙。那大卫有很多子孙，那这里面的大卫子孙是特指弥赛亚，特指神的救主，因为他知道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女，他知道神要差派一个救主弥赛亚来拯救他们，他相信这一点，那就是大卫的子孙嘛，对吧？就这个意思。他相信这一点，而且他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不管别人怎么拦阻他，别人还说你不要讲话责备他，可是呢，他知道他不能错过，所以他就大声的越发的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而在这个时候耶稣也没有忽略他，耶稣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对不对？他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是经过耶利哥，然后才能到耶路撒冷。他有更重要的事情，他是要拯救全人类嘛，对不对？他要上十字架嘛，是不是？哇，你要肩负拯救全人类的责任和重担。这个时候，一个瞎子找你帮忙，你帮不帮他呢？那为什么这些人门徒，包括当时的众人拦阻这个人，不让他讲话？就是因为耶稣现在正忙呢，他现在要去耶路撒冷，要干大事。你看门徒带了什么样的观点，你知道吗？耶稣为什么去耶路撒冷？对，就是去借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夺回来呀！就是要推翻罗马帝国了。现在我们要去这个正式攻入这个大本营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在想，他们有重要的使命、重要的事业要去做的。那这个时候，你个瞎子谁管你啊？对不对？所以可是耶稣呢，却站住，他停下来，然后他叫人把他带过来。到了跟前的时候，他就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你想一想之前的那个青年财主，就上一段，那个财主问耶稣什么？他说什么？他说：“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而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他怎么问呢？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你看到这个转折，就是说，对于那个青年财主来说，他是以自我为核心，他觉得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我还可以做什么，使我能够得到永生呢？我已经律法都遵守了嘛，对不对？我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他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我还能够做什么，能够让我变得更好？我还可以做什么，能够在神的国度当中被认可？我们现在是知道了，其实他做不了什么。耶稣所以后面让他变卖自己，你想做嘛，让你做你看你能不能做到嘛？结果他能不能做到呢？他做不到。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问错了问题，我们不是问说主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们要问的是主，你可以为我做什么？你怎么改变我的？因为我不知道我的生命当中
还有什么需要被塑造的？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被改变？因为我是个瞎子，我看不见。主啊，你可以为我做什么？你可以怎么可以帮助我，让我的生命来改变，而不是想主啊，我要为你做。你看我为你做这个，我为你做那个。就像我一直在不断强调的，神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他讲一句话创造整个宇宙万物，他让你做什么？我们人类再厉害，我们的科技再发达，我们能做什么？能够跟神的能力相比啊，真的是不足一提，对不对？啊，他这么大有能力的神，他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呢？所以我们的问题问反了，我们要想神的大能怎么能够在我的身上产生功用，怎么来改变我？主可以为我做什么，让我能够来改变，而不是我想我为他做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为主做什么，我们能做的就是顺服主在我们身上的心意，顺服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这个邀请神在我们身上做工，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所以耶稣问了，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这个其实是带有一个双重含义的，对吧？这个里面不仅是讲他真的肉眼能够看见，他也是愿意能够看见什么？看见神的救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看他看了以后，他说啊，感谢主，我看见了，赶紧我去找工作去了，赶紧我就回家报信去了，对不对？我好不容易看见了吗？我就是因为看不见，所以你看我现在沦落成这样。现在我终于翻身了，我看见了，我可以去过我自己的人生了。他没有这样，他做什么？你看，他看见之后，他干什么？他跟随耶稣。这个是不是跟之前的那个财主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耶稣让他卖了一切的目的是什么？你要跟随我，你放下这些重担，放下这些缠累，放下这些偶像，你来跟随我。可是他放不下，他没有选择跟随主。所以瞎子他看见不仅仅是他肉眼看见，他真的看见了神的救恩，他愿意跟随耶稣。所以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感谢神，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常常要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我们有多少时候向主这样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是主啊，你给我找份工作，让我孩子病得医治。我们有多少祷告是来到神面前，主啊，求你让我看见，你让我看见你的心意，你让我看见你的带领，你让我看见这个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在我身上，你到底是要在做什么？你的工作在我生命当中你在做什么？你让我看见。我们要这样祷告，我们要祷告说：主啊，你让我看见你那看不见的手，在我生命当中的工作，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而不仅仅是只是说我现在眼睛看不见，你让我看见眼，我和我身体这个有病了，医治我的疾病。我们更多的是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见。所以呢，他就说你可以看见，然后耶稣就特别讲了，你的信就你。所以你看这里的核心是什么？透过信心。他怎么能够看见？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他什么也没有做。这个瞎子做了什么呢？这个瞎子什么也没有做，也没有找医生。医生可能他以前也找过医生，那医生也治不了他。他知道这个不是人能够做到的，所以他能做的就是他抓住神，相信神，依靠神，他就对主说：“我要能看见。”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心，一个单纯的信心。然后耶稣就成就了他，说：“你就可以看见。”这个是很不合逻辑的事情，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很不合逻辑的事情。在合人的逻辑的事情，就是你要努力啊，你要想策略啊，你要想办法啊，你要想怎么样能够把你的眼睛能够治好，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想各种各样的我们人的用我们人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很少会说我来到神面前说你让我看见，我就可以看见了，就这么简单吗？是这么简单吗？其实这个不简单。你对比之前的这个财主，你就知道这个不简单。当神要求你让你放下的时候，你如果没有信心，不透过信心看见神所给你更大的福分，你很难放下。就是这样，这个不简单。所以当他说你的信救了你的时候，这个信心才是看见神国度的核心和关键。我们怎么看见这位主是我们真正的救主？是透过信心来看见。所以如果我们还没有看见
那个就变成了耶稣说的这瞎子领瞎子，就是这样啊，就我们自己是瞎子，我们还看不见。耶稣有一次对法利赛人就这样说，对吧？他不就这样说吗？对不对？你们如果是瞎了，你们就好了。你们就是因为你们觉得没瞎，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他们看不见他们生命当中的问题，他们看不见耶稣要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是什么，他们拒绝神的工作，他们不想让神为我做什么。所以法利赛人一直都是他们在想怎么为神而做，可是呢，他们没有看到说耶稣来就是要治他们瞎眼的疾病，就是要医治他们属灵的眼睛，可是他们不愿意神这样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还是我上次提到的，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这个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主啊，你要为我做什么？如果你是要这样在我生命当中动工，我就顺服。虽然这个过程很痛苦不舒服，但是呢，神为了让我们看见，神为了让我们能够跟随他他一定让我们要经历这些磨难，就是这样所以呢这是一个核心。然后呢，就到了撒该，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这个撒该的故事这是这个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最后一个人物了那这个人物就更加跟之前的那个财主做了一个更鲜明的对比就是这个人呢跟那个财主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社会地位，他们都是财主，而且他还是税吏长这个撒该是税吏长我们上次也讲到那个税吏这在当时是一个肥差，是不是他那个是很赚钱的，而且可以赚很多不义的钱而且呢，他做一个税吏，就能表明说什么呢？他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他会记账他会知道怎么处人际关系，因为你要两边通吃嘛一方面你要讨好这个罗马人，一方面你这犹太人这些人你也得你收他税的时候你也要想办法怎么去搞他的钱，所以对于他来说八面玲珑的一个人那然后呢他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但是因为人多，他身材很矮，所以看不见我们再次回到刚才讲的看见看不见所以这个不仅仅是在指肉眼的看见更多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然后呢，他就爬到那个树上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这里很有意思这里路加特别用的这个必这个词，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只要在福音书里面用的这个词这个希腊文这个 day 这个字，它只要出现，就表明这个是神的心意，神的工作。它是一个在这个语法里面的一个指示词，就这个词一旦出现，就让读者意识到说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是神早就预定好要做的事情。所以耶稣从哪都可以走为什么非要从这个树底下走呢？所以当说耶稣必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就表明这件事情呢是神他特别为撒该来准备的，就是为了要拯救他，就是为了要拯救他。所以耶稣必从那里经过，就提到了说这件事情不是偶然的，是我们的神呢特别要让我们看到这个神是怎么主动的来拯救罪人的然后呢，耶稣就看到他就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你要知道，这个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跟随他，因为大家都觉得他要去干革命嘛，对吧？后面你看到19章下面的时候，他是怎么进耶路撒冷的？哇，这个荣耀，这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大家都欢呼雀跃，这个我们的王来了，是不是？进耶路撒冷了。他是众人都是这样拥戴着他进去的。你要知道，在那个氛围当中他们是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终于盼到了这一刻，就是他们终于可以脱离罗马的统治，他们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是他们的期待。可是突然这个时候，耶稣说：“我今天要住这个税吏家里面。”你不知道他讲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在当时，犹太人看税吏跟看什么是一样的？罪人还有呢妓女都是一样的一类人。如果我做牧师的有个妓女来说今天晚上我住你家，你自己想想，他周围的人会怎么想怎么看？你看后来这个人怎么说？
那些人都议论说，这个人怎么跑到罪人家里面去住宿？他们接受不了啊，对不对？就像我刚刚讲，你们能接受吗？你们也接受不了。哇，这个罪人这样的一个税吏、罪人、妓女，这些人你怎么能够跟他？你还住他家里面去？而且耶稣是在那种大家都拥戴着他，在那个公共的场合对撒该说：“我今天要住你家里面。”撒该可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接纳和认可，因为他周围的人都是鄙视他的。虽然他有钱，这你就想一想，为什么撒该要来见耶稣？为什么这个青年财主要见耶稣？他们缺什么？这是你要想一想，他们缺什么？他们缺钱吗？他们不缺钱。他们缺他们这个社会地位吗？他们也不缺。他们有资源有钱，那他为什么要找耶稣？他看不见耶稣，他要爬树上，他为什么这么心急的要找耶稣？如果刚才那个瞎子这么心急的见耶稣，你可以理解，因为他有个很急需的一个需要嘛，他看不见，对吧？他希望耶稣来医治他，这个你可以理解吧？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撒该呢？他为什么这么着急的要找耶稣？他知道周围的人都不接纳他，都看他像罪人跟这个妓女一样，都不愿意跟这些人讲话的。可是他为什么要来找耶稣？他需要什么？他不是需要物质的哦，他需要什么？他的生命需要被接纳，他的灵魂需要被救赎，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他的心里面没有平安，他虽然有钱，他虽然有权势，他没有平安。他知道虽然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是他没有得到救赎的这种平安所以呢，当耶稣接纳他这件事情呢，我相信就是在这个时刻，他的生命得到了救赎，他终于认识到说耶稣是怎样的人。耶稣并没有因为他是你看犹太人都欢呼雀跃，我是这个领袖，对吧？我是领袖啊，我这个在众人面前一定是强壮的，一定是坚强的，一定是圣洁的，我怎么能够跟这些罪人跟这些人混到一起呢？撒该没有因为好像觉得说这个耶稣是这个高高在上的一个领袖，可能耶稣根本都不会理他耶稣他可能根本没有这个期待，所以他爬到树上想看一下耶稣长啥样就算了，对吧？但是没想到耶稣竟然说你赶紧下来我今天晚上住在你家。这是一种怎样的接纳然后呢，这个你看当时的人议论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这个控告就跟15章一开始的时候法利赛人的控告一模一样。法利赛人一开始耶稣为什么讲那么多比喻，讲浪子的比喻，对吧？讲这些比喻，就是因为法利赛人说控告耶稣说这个人跟罪人吃饭，对不对嘛？所以你看他们一直都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总觉得你看耶稣你是王你不能跟这些罪人混到一起。可是他们不知道耶稣来就是要拯救这些罪人。所以撒该呢，他得到了耶稣的接纳，他真正得到救赎了。你看他做的事情，耶稣有没有说你把一切都变卖了？没有啊，他主动的说，我把我一半分给穷人，我如果讹诈了谁，我就还他4倍。你说不对呀，你看之前那个财主耶稣让他变卖一切嘛，对不对？他这还留了一半，他当然要留一半，因为他留的这一半要还债给别人的4倍，是不是？而且你知道吗？有人也算过如果他因为在当时的税率呢，他一定是肯定会讹诈人，这不可能不讹的，这是肯定的。就是当他说我若讹诈了谁，这个不是一个假设的，这是一个确定的事情。这是他们捞油税的就是这样做的，这是他们业内都是这样做的，是吧？所以他知道他一半分给穷人，他另外一半要留着还钱。有人就算过，如果按照当时的平均数的话就说平均一个税吏，如果他要按照4倍的标准，因为这是旧约，旧约如果你骗别人钱，你要4倍偿还，或者你偷了别人的东西，你要4倍偿还。如果按照这个比例的话，撒该那一半都不够的就是说他就相当于他做这个承诺的时候，他其实甚至比之前那个青年财主的承诺还更大，就是说我基本上就是整个家里全掏空了，全部都不要了，而且他弥补了他以前所犯的罪所带来的这些后果，对吧？所以他真的是
真的是有这个悔改的果子结出来的，弟兄姐妹，他不是只是讲一讲，这个决定不容易的，因为他是一个税吏，他如果这样做的话，就表明他这一辈子就完蛋了。就像我们上次讲那个青年财主那个当时的背景是一样的，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这一辈就完蛋了呀。可是呢，他因着耶稣对他的接纳，他知道他以前有钱、有权利、有地位，可是他的生命不满足，他的生命没有意义。可是如今呢，他终于找到了人生当中的意义。他找到了说，他当他被耶稣接纳的时候，被这位天地的主接纳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些钱也好，什么地位也好，这些对他都不重要了，他全部可以放下。这个就跟那个之前的财主做了一个很强的一个对比那个你不是要寻求永生吗？你不是要跟随主吗？你不是要来去寻找永生之道吗？你为什么放不下？那就表明这些东西对你来说还很重要，你还是把你的身份认同建立在这些世界的物质的这些东西上面。可是当你真正愿意跟随主的时候，你发现这些都不重要他愿意把这些放下，这些不再成为他的牵挂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对吧？又要多啰嗦几句，是不是？那个上一周跟一个这个教会的同工我去了一个教会讲道跟一个教会同工聊，还有说，我说你们这个遇到的一些挑战什么？他说，哎呀，挑战就是你看这些这些做父母的，对吧？他们呢好像觉得就是这个一旦这个主日聚会跟孩子的活动出现冲突的时候，他们永远都是优先孩子的活动，去踢球去什么 camp 啦，或者是去什么学校的活动，然后呢就跟他打电话说，哎呀，这个孩子明天有活动不能来了孩子明天有补习班不能来了，孩子怎么样不能来了。他就说你去讲讲，你讲到去讲讲我就去讲讲了。那我讲的时候呢，我特别就讲了我说呢，我们跟随主我们不是说好像做一个法利赛人说，你看你们都来聚会的都是乖孩子都很好，感谢主你们都是敬虔的。那些你看星期天不聚会的，出去玩的，或者是出去这个带孩子这个出去活动的他们就不敬虔。我说我们不是这样看的这个本身也不符合圣经不是说你在这里你就敬虔你在这里你就讨神的喜悦，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说什么叫做跟随主？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我说耶稣让那个青年财主把他一切的钱都给出去的时候，耶稣是不是真的就看重说你就看重你的钱，就想搞你的钱？不是的，对不对？因为你看在这里耶稣并没有要求撒该让他把他的钱就分给穷人，对不对？是他自己主动愿意这样做的，是因为他已经得到这个救恩了，他的生命被转变了，他愿意这样做，他不是被逼的，对不对？所以耶稣从来没有说你们这个把所有的钱都捐献了，你就是敬虔的，你就是好的，你才是跟随我的，没有这样，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生命转变了，你自然而然会知道该怎么选择。我到底是像撒该这样选择我刚刚讲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撒该这样选择，对吧？那耶稣还有其他的门徒也没有因为跟随主就把他所有一切都变卖了呀，对吧？所以这个并不是耶稣好像是一种道德主义的一种要求，法律这种律法主义的要求说你必须这样做。所以我也跟他们说，我说我并不是说要批评你们，说你们就是说主日不能去，你必须要在这聚会，你人在这里心不在这里也没有用所以你关键是说，当你愿意跟随主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钱不再是属于你的，你的孩子的主权也不是属于你的，他的主权在谁的手里在神的手里，对不对？你应该听从神的安排，神怎么样来去这个使用它，那是神的主权，对不对？我们都是管家。所以呢，我说关键在于什么呢？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还把这个钱也好，孩子也好，当成我们的财产，当成我们有主权来去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还是说像撒该一样说这些都是属于神的，对吧？我现在把这些都放下，因为这些都是属于神的。所以关键还不在于那个外在的行动，你是否来聚会，关键是当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做决定的时候，你的心是把自己、把我的孩子、把我的钱、把我的这些东西是当成我的，还是当成是神的？
你是以什么动机为出发点来做这个选择，这个很关键。神看重的是那个动机，所以我绝对不是说律法上的要求说啊，你看你不这样做，到时候我告诉你神要惩罚你啊，让你生病，是吧？让你失业，让你干嘛干嘛，不是这样的。这些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所以神所喜悦的敬拜，喜悦的跟随他，是甘心乐意的，是因为你生命内在的改变而主动愿意你说我把我的主权放下啊，我的钱也好，我的孩子也好，我的所有的这些也好，都是求神来使用，让神来使用，而不是我来去操控，对吧？所以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就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我说我绝对不会告诉你说你要怎么这个，如果你来问我说，哎呀，牧师啊，明天孩子有比赛，我到底来不来聚会？我不会告诉你这个，我不会给你一个答案，说你要来还是不来，因为那个是你跟神的关系，那个孩子是你的，是神给你的，是属于神的。你想想看，你该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做最讨神的喜悦，怎么做可以做到主的心上。你不是为了我，对不对？你不是为了我啊，你也不要向我交账，对吧？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交账。那如果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不管你来还是不来，你心里面都有平安，那就感谢神就好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去评判别人说，你看撒该都这个把一切变卖了，然后讹诈谁偿还4倍，马太你怎么不这样做啊？你也税吏啊，你怎么不这样做？我们不能这样去，就是道德主义说好像去对比跟别人，你不用跟别人比，他这样做是他在神面前他愿意这样做，这是他的生命在那个程度当中他愿意这样做就好，那感谢神。他不这样做，我相信耶稣也没有说就强迫他，你得把这个都变卖了，你把它还4倍，你才能跟随我，对吧？没有，我们也不要去 judge 别人，说你看你怎么不来聚会，你看我都来聚会，你为什么不行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那里啊，我们要最终是面对的神啊，我们不要去啊，我们只能说我们在神面前，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啊，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安就好了。然后呢，他就说啊，这一句话就是耶稣的总结了啊，对整个他进耶路撒冷以前，整个9到19章最重要的一个总结。那这句话，我相信，我希望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记住，这也是耶稣来到世界当中的目的，也是神的国降临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个目的，对吧？啊，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耶稣就讲了，他说人子来，人子就指他啊，他说他来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感谢主。这里的世上，哎，我问大家，之前那个青年财主是不是世上的人？那个法利赛人是不是世上的人？是的。可是他们有没有得到救恩？他们没有。你说不对呀，你来不就是拯救世上的人吗？救恩会临到我们，怎么他们没有呢？他们为什么没有？因为他们不觉得他们是世上的人，就这么简单。这就是耶稣说的，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没有病的人，他如果虽然有病，但他不觉得有病，他也不觉得他需要医生，就是这样。所以当人子来，他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来拯救的是罪人，不是义人，因为没有一个义人。可是问题是，法利赛人觉得他们是义人，法利赛人觉得他们做得很好，他们还不断的指责耶稣，你为什么跟罪人在一块？所以从根本上，他们就不觉得他们需要被拯救，就是这样，他们不觉得他们需要被拯救，所以他们没有这种信心，能够看见他们自己的问题，所以呢，就导致耶稣虽然救恩已经完成了，可是跟他们没有关系。耶稣的这个救恩到最后，现在是什么？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是那些认为或是用信心的眼睛看见自己是世上的人，这些人被拯救了，是吧？那人子还要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为了什么？就是来审判那些自以为不是世上的人，就这么简单。所以同一个福音，同一个救恩，这个救恩呢，这个福音呢，要拯救那些看到自己是世上的人，看到自己是罪人的这样的人。而这同一个福音，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也要审判那些自以为自己不是罪人的人，自以为自己是义的人，就是这样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在最后的一个总结啊，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也好，我们作为领袖也好，教会的领袖也好，或者你在家里面做头也好，我们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榜样，一个 role model， 这个很关键啊。我们讲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
我们讲到这个门徒们给我们做的榜样，讲到保罗等等这些人给我们做的榜样。那现在我就要讲了那法利赛人他们也是一种榜样吧，至少对于当事人来说，对吧？他们敬虔，他们祷告，他们奉献，是吧？他们做很多很好的事情，这些都很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真正的那个榜样，属灵的榜样，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榜样？你透过这一点，耶稣讲的他的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来看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众人面前，应该做的是一种怎样的榜样？这里面就有两种人了，一种就是像法利赛人，他们是社会精英，他们在社会面前就是地位很高，我不跟那些罪人、税吏什么妓女，我不沾这些东西的我是圣洁的，我是好人，这是一类榜样。我是精英，对不对？我在这个世界上，别人都是仰望我的，都是崇拜我的，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什么样的榜样？是这样的一个罪人的榜样，就是这个撒该，还有之前讲的那个税吏，对不对？是什么样的榜样？是一个他们能够敢于面对自己的软弱，面对自己的罪的人，这样的一个榜样。所以你想想我们作为不管是教会的领袖也好，家里的头也好，或者是你做父母做榜样的，你要做什么样的一种榜样？我们的榜样不是标榜我们的强壮你要知道说，一个伟大的基督徒，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绝对不是要去展现他的 strength， 说你看我多强，我很强，我很厉害。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一个伟大的基督徒，他永远都是一个敢于面对、敢于正视他软弱的人。这就是保罗说的：“我夸什么？我只夸我的软弱，我不夸我的强壮。”你在我们众人来看，保罗多么强，谁能像他？他比我们强太多，是不是？我只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在我身上显大，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应该敢于正视我们的问题，敢于揭露我们的问题，面对我们的问题。这样的话，人子来他寻找拯救，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掩盖起来，或者我们在别人面前展现的就是我们很强的一面，我们很好的一面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都不错了，那耶稣来怎么拯救你呢？怎么寻找你呢？所以这样的一个拯救寻找的这个过程如果你去看这个原文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不是一次性的说我得救了，我原来失丧了，现在不失丧了，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个是持续不断，我们要持续的不断被耶稣来拯救，来寻找，因为我们个人就像什么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经常容易跑这跑那，跑这跑那，所以我们经常需要人子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可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偏离己路的时候，我们还不认为我们偏离己路那我们就很难被找回来了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断的提到说，一个家里的头丈夫也好这个或者是这个你是一个 leader 也好，你应该是一个什么首要的悔改者，你应该是在家里面这个常常的暴露自己的问题，认识自己的问题，袒露自己的软弱。你不要让别人我在我孩子面前暴露这些事，他看不起我，或者我在我这个会众面前你是牧师，你怎么还这样你别人看不起你，没有当你愿意正视你的问题，面对你的软弱的时候，然后你邀请耶稣的能力复辟你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 role model， 才是真正的一个在主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榜样。我们就是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不足，承认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国他接纳的是罪人，不是义人。这个义人大引号自我为义的义人其实没有人是义人，对吧感谢主。最后总结3点。第一个基督是用死来战胜死亡，这就成为了神国度的标志看起来基督是很软弱的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你没有看见的是，他就是透过这种软弱的方式来战胜了死亡，来达到了我们人没有办法打败的这个最大的敌人。第二个，你一定要透过信心，你才能够看到神国度的奇妙，你才能明白神的国是怎么运作的，你才明白神国的价值观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这个世界是不断的标榜这个我们是很好的很强的，是吧？这个就会出问题所以神的国接纳的是什么？是罪人，不是义人。我们不是要标榜我们比别人好，而是我们更多要夸我们的软弱，展现我们的这个问题
当你真的敢于接纳你的个人的这种软弱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的表明你在主里面是被接纳的。如果你不愿意被接纳，就表明你在基督里你也很难也被接纳，就是这样。感谢主。这个呢，我也特别想提一点就是这个在我们现在的目前的这个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危机尤其是你看到那些名目的时候，一些不管是开大会也好或者是办什么活动也好或者是不管怎么样吧，我们或者是所谓的基督徒领袖也好，我们容易把这些人看成说你看他们高高在上，他们很厉害，他们各个方面都很厉害，他们是基督徒精英这里面会有一个很严重的试探就是我们很少会看到说在讲台上，在这样的一个在这个公众面前就是说我们更多夸的是我们的软弱，我们很少看到这些，我们看到都是你看我这个要么就是我这个施工，你看这个做的多好那个做的很不错，这有需要你们来筹款是吧，来给钱要么就是你看我的有好的见证以前怎么样，现在我变得更好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更多还是那种觉得那个成功那种好像在别人眼中认可的这些东西才是这个是好的牧师这个是成功的案例，这个是榜样，我们要去效法去寻求然后就说你看这个人祷告他很热情，然后很这个很有 passion 所以神听他的祷告他以前没做到，现在做到了。我们很多的这种例子，很多这种榜样，其实我们缺的不是这些，我们现在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一个像撒该这样的榜样，缺的是在讲台上，在公众面前暴露我们自己是罪人，暴露我们的软弱，暴露我们这些的一个榜样。然后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罪人，但是我是蒙恩的罪人，感谢主也正是因为我是这样的罪人，所以耶稣为我们受鞭打，被吐唾沫，被钉死，受鞭伤。我们岂不应该更多的在神面前展现出我们如何这个在神里面被接纳吗？而不是要寻求这个世界的接纳，对吧？感谢主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常常的反思，在我们的家人、孩子或者是弟兄姐妹面前，做一个真正的这种 role model 做一这样真正的属灵的榜样。我们一起来祷告。